我们每天醒来的那一刻，修行就开始了。生活为我们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修行课题，精心经营的一切瞬间瓦解，最在乎的人毫无预兆的离去，倾尽全力却希望渺茫。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人生样貌，但没人知道身处当下该如何选择。如果你能进入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你会看到深陷绝境孤立无援的窘迫，深夜独自承受的孤独，亲密关系里突变的冷漠等等。这也是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的人生细节，是生活中无法弥补的裂缝。生活不会放过任何人，这些挫折往往让人怀疑存在的意义。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的修行之旅才慢慢展开。你不必去抗拒痛苦，只需学会在痛苦里保持觉知；也不必去逃避无常，而是学会在无常中找到安住。这些我们生命中的破碎与困境，其实都是修行的初阶课。正是这些经验，在一点一滴中打开我们的心与意识。因为生活就是一场修行，这场修行会不断摧毁你的计划，打碎你的幻想，夺走你的依靠，只为让你明白，生活中没有捷径，只有承担。痛苦不是惩罚，是改变一切的起点。如果你遇到痛苦，不要急着把痛苦赶走，你能否直面它，决定了你能否发现脚下新的起点。因为那些让你痛苦的，不只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修行真正开始的征兆。生活是一座道场，它用最具挑战性的方式，让你看见那些你过去逃避、否认、压抑的面相。它逼你在痛苦里获得力量，在孤单里找到勇气，在失败中看到希望。面对生活，每个人都无路可逃，但当你不再逃避，而是选择诚实面对，你已经是修行者了。而你当下的那些裂缝，正是修行的入口。这里是动量方舟，是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你的点赞、留言、订阅与超级感谢，不只是支持创作，更可能是另一个灵魂转身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佩玛丘卓，原名戴安·派瑞，是一位出生于美国的藏传佛教僧侣，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佛法导师之一。他曾在婚姻破裂与身心崩溃的生命低谷中接触佛法，并选择出家，成为第一位获得完整比丘尼戒的美国女性。这段经历使他的修行不再只是理论，而是真实穿越苦难后的实践智慧，让抽象的理念转化为能被感受与落实的生命教导。他的代表作《当一切分崩离析》直指人心，深深撼动了无数在现代生活中感到迷失与痛苦的人们，为他们打开一条通往内在平静与慈悲的道路。书中语言直白，却富含智慧，带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温柔勇气。他不仅在书中谈论痛苦，更揭示了我们如何能在困境中保持清醒，将每一次跌落视为觉醒的可能。他提醒读者不要急着修补裂缝，因为正是在裂缝中，光才会照进来。丘卓在著作中强调3个洞见：无常、慈悲与当下。无常提醒我们，世界不会停留在某个状态，一切都在生灭与更替之中。慈悲则是一种态度，不仅是对他人的体贴，也是对自己不再苛责的温柔。当下更是修行的唯一入口，因为唯有回到此刻，才能真实触碰生命的流动，找到内心的自由。这3个洞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交织成一张网。接受无常，才会理解众生皆苦，从而生出慈悲。有了慈悲，才敢于卸下防卫，全然活在当下。当你目送秋叶飘落，你会意识到无常；当你感受到亲人手心的温度，你会体会到慈悲；当你听见自己此刻的心跳，你便真正活在当下。这就是3者交融的修行。
也是佩玛丘卓要带领我们走向的内在道路。丘卓并不提供一条让人逃离困境的路，而是邀请我们在碎裂中留步，在混乱中坐下，在崩解里醒来。当生活碎裂之时，不是世界与你为敌，而是那片废墟中有可能埋藏着你最真实、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自己。而正是这份力量，让我们学会不再害怕崩解，而是把崩解当作重生的起点。那么，当破碎无可避免时，你是否愿意不再逃避？当你不再与命运对抗，而是直面它，那时你也在亲身体验修行。佩玛丘卓并不是天生的修行者，而是一位经历过2段婚姻破裂的普通美国女性。当第2任丈夫离开时，她陷入极度的崩溃与空洞，每天醒来都像掉入黑洞，无法呼吸，仿佛整个世界在她脚下瓦解。她坦言，自己踏上修行之路，并非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就在这样的生命低谷，她遇见了佛法，并选择出家。第1次静坐，她脑海里全是愤怒、恐惧与失落，没有任何神奇的平静降临，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坐在痛苦里，不逃不躲。她回忆，我学到的第1课是允许自己彻底心碎，却依然能够呼吸。这不是诗意，而是她赤裸的真实。坐在垫子上，她感受到心跳如鼓，眼泪止不住滑落，几乎要被悲伤淹没。然而，她依然选择留下来，呼吸、关照，直到痛苦不再是怪物，而是一股能量，提醒她自己仍然活着。这一刻让她明白，痛苦不是敌人，而是一道逼你回头的门槛。从废墟中，她第1次真切凝视了自己，并开始用新的方式理解生命。她的修行不再只是佛堂里的诵经，而是对每一个念头的勇敢直视。她的智慧也不再仅仅来自经典，而是从一道道伤口渗出的觉知。她在《当一切分崩离析》中写道，真正的修行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在风暴里找到稳定。这句话不只是灵性的安慰，而是她亲身穿越混乱后的见证。她更进一步提醒，所谓稳定，不是外境终于平静，而是心能在风暴中找到不会被夺走的中心。她在著作中不断提醒我们，不要试图逃避不安与恐惧，而要把它们当作修行的燃料。我们习惯性的抗拒与逃避，往往比痛苦本身更可怕。若能诚实地停留其中，或许会察觉，痛苦并非只是重负，还能照见自己真实的样貌。也因此，他的文字才有力地指向同一个核心：真正的修行，不是逃到山林，而是敢于在人间的裂缝里与痛苦同坐，与恐惧共存，与无力感相拥。那些看似无法承受的伤痕，其实正是通往慈悲的世界。如果无常是生命的节奏，那么慈悲就是修行的心跳。佩玛丘卓在著作中强调，慈悲不仅是对他人的善意，更是对自己的宽容。当生活崩塌时，我们往往会陷入自责或愤怒，认为自己不够好或不该如此。但他提醒我们，痛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接纳自己的脆弱，就是慈悲的开始。丘卓甚至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当我们能够直视自己的羞愧与无助时，我们才第1次真正打开了通往他人苦难的门。因为唯有触碰自己的黑暗，我们才会明白别人的泪水有多沉重。正如佛教所言，见苦方能生悲。慈悲的诞生，并非源自于优越或力量，而是源自于同样跌落谷底的经验。慈悲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极具实践性的选择。当你看到他人的挣扎时，你其实正在看见自己的倒影。这种镜像感能打破孤立的牢笼，让我们意识到生命本来就互相交织。心理学研究也指出，当我们培养慈悲心时，大脑中与共情相关的区域
会被激活，甚至能减轻身体的压力反应。这意味着慈悲并不是软弱的同情，而是一种实际能够强化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力量。如果你在地铁里看见一个陌生人默默拭泪，你是否愿意在心里对他说一句"愿你安好"？这样的心念也是一种慈悲的练习。慈悲不是廉价的怜悯，而是承认彼此都在同一场风暴里。真正的慈悲甚至能够跨越言语与行动的界限，在一个无声的眼神里，在一个心念的祝福里，完成最深的连结。慈悲最终不是语言，而是一种存在。当你愿意在他人的痛苦里与之同在，你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意义。活在当下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它却是佩玛丘卓教导中最具革命性的洞见。当生活分崩离析时，我们的思绪往往被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恐惧所绑架。我们回想，如果当初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或者担忧未来会不会更糟。但佩玛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此刻，生命的真正体验永远在当下。正念冥想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专注于当下的练习能显著降低压力，提升幸福感。当我们全然感受呼吸的节奏、脚下的土地或手中咖啡的温暖，我们便在瞬间触及了永恒。然而，活在当下并非易事。现代生活的节奏让我们习惯于分心，信用卡缴费通知、未完成的工作、无止境的计划。佩玛的教导提醒我们，修行不是逃离这些干扰，而是学会在干扰中找到宁静。当你感到焦虑时，试着停下来，问自己：此时此刻，我正在经历什么？这简单的问题能将你从思绪的漩涡中拉回当下。他进一步指出，当下并不是一种完美的静止，而是一个动态的入口。每一次呼吸都可能带你走出惯性的自我批判，每一次专注的凝视都能让你重新遇见世界的鲜活。许多人以为活在当下意味着要摆脱过去与未来，但丘卓强调，真正的当下是能够把过去的伤痛与未来的不安一并容纳在此刻的胸膛里，而不再被他们绑架。当下的力量在于它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每一刻，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都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全然地活着。当我们真正应允了这份邀请，当下便不再是流逝的时间，而是生命最深的归属。当你能全然活在当下，你便已抵达修行所要带你去的地方。当你觉得自己完全无法修行，陷入崩溃、无助、焦虑，甚至连呼吸都困难时，请记住这3个来自佩玛丘卓的练习。他们不需要技巧，也不要求改变你，只邀请你停留在自己正在经历的地方。第一步，安住在当下的混乱中。当情绪涌现，不安蔓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逃避。但真正的修行是不逃避、不分析、不判断当下的混乱，而是学会坐下来与混乱共处。这正是所谓的在风暴中找到中心。你可以试着闭上眼睛，坐下来，不评论，不评价，只是对自己说：我能接受这一刻的无常吗？在混乱中安住，是给自己一个空间，看见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淹没。第二步，对自己和世界柔软一点。我们习惯在痛苦中批判自己，或将怒气投射到他人身上。不把痛苦视为敌人，而是视为导师。丘卓指出，当我们有勇气不逃避痛苦，而是向它敞开时，才真正学会慈悲。但此刻，你可以尝试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吸气，对自己说：我正在经历痛苦；吐气时说：我愿意对这份痛苦温柔一点。然后将这份慈悲延伸出去，向世界轻声说：愿我们都能自在一点。第三步，在最不想停下的时候停下来。
也许你脑中正在反复播放“为什么是我？如果当初”这些故事。现在，请给自己一次机会，放下它们，不是否认现实，而是先暂时放下诠释，单纯体验感受。故事会回来，但你会变得不再被它绑架。我们对痛苦的二次加工，往往比痛苦本身更可怕。这一步是让你停止讲述那个故事，停止不断重播、分析、控诉、幻想，并回到直接经验里。如果你在焦躁或慌乱中不断寻找下一件该做的事，试着在那一刻停下来，深呼吸3次，让自己完全活在此时此刻，感受脚底的触地感、耳边的声音、心跳的频率。这些当下的锚点会拉住你，不让你在混乱中漂流太远。这3步练习不需要任何道场，不需要改变环境，只需要你愿意回到现在，回到自己。有一天你会发现，分崩离析的时刻反而让你长出从未想象过的稳定与力量。那是因为当你觉得无法修行时，你也是在修行。生活从来不是一道等待解开的难题，而是一条不断锻造灵魂的旅程。佩马丘卓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解方，而是陪我们在混沌中静坐，让每一次呼吸成为与自己重新连结的机会。我们所寻的光，并不从外而来，而是从心底悄然点燃，像深夜中的余烬，在无声处映出方向。无常、慈悲与当下，不是远方的标志，而是脚下每一步的质地。生活的每一刻，哪怕是疲惫、破碎、迟疑，都可能是灵魂苏醒的伏笔。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分崩离析的时刻，病痛缠身，职涯受挫，感情崩裂，甚至是至亲离世。那样的瞬间，往往像坠入深渊，撕裂、无措、几近崩溃。然而，时间让我们逐渐明白，这些并非终点，而是生命的召唤，要求我们回答3个最核心的问题：我能接受这一刻的无常吗？我能对自己和他人多一点慈悲吗？我能全然地活在当下吗？这些问题不会立刻解决你的痛苦，但它们会为你打开一扇门，通向更深的理解与自由。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场，每一场风暴，每一次心碎，都是在雕琢一个更真实、更坚韧的你。修行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此刻。它或许是一场不眠的夜，一句失败的对话，一段无法挽回的告别。但当我们在裂缝中仍愿呼吸，在残缺里仍能安住，我们就触及到了生命的核心。所以，现在请回到你的生活，去感受阳光的温暖，去倾听好朋友的笑声，去拥抱自己的脆弱，也去允许自己在孤单时落泪，在疲惫时停下脚步，在快乐时大声欢笑。因为这些细节是你与生命最真实的契合点。而当你能这样与生活同在，你会发现，生活就是道场，此刻就是修行。